极热末世降临，地表温度疯狂飙升，全球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因热射病和脱水死亡的人太多，地府严重超载，只能随机遣返一些幸运儿还阳。我也成了这幸运儿之一。在睁眼回到了被亲生父母找上门的那天，这一次我没跟他们回那个华而不实的家，而是直接索要了一笔巨款。只因上辈子末日到来后，我凭着在沙漠救援队工作的经验，劝父母加固地下室，可他们却听信养女和他那自作聪明的未婚夫，拿钱买了大功率发电机和最新款的 VR 游戏机，最后电网崩溃，他们的东西成了废铁，游泳池里的水几天就蒸发殆尽。他们还把我关在门外，逼我去寻找水源，让我活活渴死在皲裂的马路上。既然重活一世，这辈子只想守着我的地下堡垒安稳活下去。这时敲门响起，陈子胜开门，我们是你爸爸妈妈。门外传来陈国华克制着优越感的声音，带着一丝施舍般的温情。我赤着脚走到门边，透过猫眼看着外面那对衣着光鲜的男女，女人是顾念池，一身职业套装，眉头微蹙，显然对这乡下地方的尘土很不满。男人是陈国华，一身精致的西装，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哀伤和期待，上辈子就是这副表情，骗得我热泪盈眶，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亲情。我笑了，笑得无声又冰冷。我没有开门，而是隔着门板用一种平淡到近乎冷漠的语气说：“你们找错人了，我妈几年前就过世了。”门外的两人明显一愣，顾念池不耐烦的声音响起：“陈子胜，别闹脾气了，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当年报错是医院的失误，我们找了你18年。”18年，我轻声重复，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那你们找到我多久了？门外陷入了沉默。我知道答案，他们找到我已经半年了。半年来，他们只是远远的观察、调查我的背景，评估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会不会给他们光鲜亮丽的家庭带来麻烦。直到他们的宝贝养女陈嫣然因为一些琐事闹脾气，他们才想起来，或许可以接回一个亲生儿子来刺激一下他，让他知道自己不是无可替代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陈家的死对头已经嗅出我的踪迹，他们怕被抓到把柄，何其可笑！陈国华试图解释，我打断他，我叫陈子胜，我养母给我取的名字，你们有什么事就在外面说吧，我这地方小容不下贵客。我的态度显然激怒了顾念池，他敲门的力道重了许多。陈子胜，我们是你父母，这就是你对父母应有的态度吗？立刻开门！我靠在门上，感受着那一下下的震动，心中毫无波澜。态度？我反问你们，在我养母去世后，确认了我的存在，却迟迟不来相认。现在因为你们那个养女不顺心了，才想起我这个备胎。你们想要什么态度？感恩戴德吗？门外又是一阵死寂，我能想象到他们脸上错愕又难看的表情。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像所有寻亲故事里的主角一样，哭着扑进他们怀里。可惜我不是，我是从地狱爬回来的恶鬼。我们给你5分钟时间。顾念池的声音冷硬下来，如果你不开门，我们就走了，以后也别想再进我们陈家的门。这是威胁，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上辈子我怕了，我怕再次被抛弃，但这辈子好啊！我干脆的回答，慢走不送。说完，我转身走向屋里，不再理会门外的动静。果然不到1分钟，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变得急促而慌乱。陈国华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子胜，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是爱你的，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接受这一切。”我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口慢慢喝着，演接着演。见我油盐不进，顾念池终于撕下了伪装，他低吼道：“陈子胜，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放下水杯，走到门边，终于拉开了门。阳光刺眼，我眯了眯眼，看着面前这对华贵的男女，他们的表情混合着愤怒、震惊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我想怎么样？我笑了，笑容灿烂，却不达眼底。很简单，你们不是说找了我18年，心里很愧疚吗？那就补偿我吧。补偿？陈国华愣住了。对，补偿。我伸出5根手指，500万，18年的养育费、精神损失费，以及你们打扰我平静生活的道歉费，一口价500万。顾念池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简直是疯了！你在敲诈？随你怎么说。我无所谓的耸耸肩，你们可以不给，给了钱我们两清，从此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给钱也行。那我就去找媒体聊一聊锦城著名企业家陈国华夫妇是如何对待自己流落在外的亲生儿子的。我想大家会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我看着他们铁青的脸，心中一阵快意。我知道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脸面和陈家的声誉，500万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名声受损却是他们无法承受的。陈国华还想打感情牌，子胜，钱不能衡量感情，那就别用感情来绑架我。我冷冷地打断他，再说一遍，500万买断我们之间那点可笑的血缘关系，3天之内钱到我账上，不然后果自负。说完，我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大门。靠在门后，我听着门外陈国华气急败坏的咒骂和顾念池的啜泣声，最终都随着汽车发动的声音远去。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气，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松开。第一步完成了，这500万是我末日求生计划的启动资金，钱到账的很快，只用了2天。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一长串的零，我没有丝毫喜悦，只有一种冰冷的平静。陈嫣然还发来一条短信，言辞间充满了威胁和鄙夷，大概意思是让我拿了钱就永远消失，不要再妄想陈家的任何东西。当年陈家的商业对手为了报复陈家，故意将还是婴儿的我偷走。
为了不留后患，他们把我丢在了这片偏远的戈壁。幸好被一支沙漠救援队的队长收养。我的失踪对于陈家来说没有任何打击，甚至他们还收养了一个女孩。养母教会我如何在极端干旱环境下生存。2年前她因病去世，把这个小院留给了我。这里位置偏僻，邻里稀疏，一旦末日来临，高温封锁了外界，这里就是绝佳的避难所。我直接将他们的号码拉黑，然后开始了我的计划。末世降临后，大城市会因为人口密集和资源挤兑，最先陷入混乱，而这里将是我最完美的庇护所。院子占地不小，足有300平。我的计划就是在院子下面挖出一个巨大的地下堡垒。上辈子我在沙漠救援队工作过3年，对地质勘探和生存工程略知一二。极热末日，地表温度会高达70度，只有深埋地下才能隔绝那足以致命的高温。我联系了一家信誉良好但位置偏远的施工队，谎称自己中了大奖，想回乡建一个大型的私人酒窖和储藏室，用于发展沙漠特色旅游。为了让谎言更逼真，我还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煞有介事地做了几份旅游项目计划书。施工队的王工是个实在人，他看了我的设计图纸后咂舌不已：“陈先生，你这哪是酒窖啊？这简直就是个地下工事啊！我设计的地下堡垒深达5米，分为上下2层，总面积超过200平，墙体要求使用最高标号的钢筋混凝土浇筑，内部要做到严格的防水、防潮和隔热处理。此外，还有独立的通风系统、水循环系统和排污系统。”我这人有点末日情节，我半开玩笑地解释道：“就喜欢这种安全感，钱不是问题，王工质量和保密是第一位的。”听到钱不是问题，王工的眼睛都亮了。我们很快签了合同，并约定了严格的保密条款。为了支付高昂的工程款和后续的物资采购，500万是远远不够的。我用这家皮包公司和院子的地契，向好几家银行和网络平台申请了信用贷款和经营贷款。凭借着上辈子对金融市场的一些记忆，我巧妙地规避了审查风险，最大化地贷出了一笔近300万的资金，总共800万。这就是我全部的赌注。施工队热火朝天地开工了，整个小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我每天都待在现场，亲自监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和我要求的一样。与此同时，我开始了疯狂的囤货。水是重中之重，上辈子我就是渴死的，那种5脏6腑都被灼烧的感觉，我永生难忘。我订购了整整50吨的桶装纯净水，塞满了院子里临时搭建的仓库，光是运水的卡车就来了10几趟。我还购买了一套小型的海水淡化和水质净化设备。虽然西岭是内陆，但我知道末世后期任何水源都会被污染，净化设备是最后的保障。食物，我则选择了能量密度高、保质期长的类型，成吨的压缩饼干，军用单兵自热口粮，各种肉类和鱼类罐头，脱水蔬菜、大米、面粉、豆类。我几乎搬空了附近好几个城市所有批发市场的库存。我还买了很多高产的蔬菜种子，土豆、红薯、番茄、黄瓜。地下堡垒里有专门的无土栽培区，配上全光谱的植物生长灯，只要有电，就能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能源方面，我没有丝毫吝啬。院子的屋顶和空地上，我铺满了最高效的太阳能电池板。地下室里则准备了由上百块磷酸铁锂电池组成的巨大储能系统。这套系统足够支撑整个堡垒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正常运转1个月以上。我还准备了3台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以及足够燃烧1年的柴油。药品、武器、生活用品、娱乐设备，凡是能想到的，我一样不落地被弃。我的疯狂采购引起了一些商家的注意，但我都用开发沙漠驿站的理由搪塞了过去。时间就在这紧张而充实的忙碌中飞速流逝。地下堡垒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也进入了尾声。看着这个凝聚了我所有心血和希望的地下王国，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然而就在我以为可以和陈家彻底划清界限时，他们的车又一次停在了我的院子门口。这一次车上下来的除了顾念池和陈国华，还有那个我恨之入骨的养女陈嫣然，以及她身边英俊潇洒的未婚夫曹旭坤。陈嫣然一脚踹开虚掩的院门，满脸倨傲地走了进来。看到满院子的狼藉和巨大的深坑，她夸张地叫了起来：“哟，这是干嘛呢？拿了我们家的钱，在这儿挖煤啊！”他身边的曹旭坤拍了拍他的肩膀，温声劝慰道：“嫣然，别这么说，哥哥可能是想改善一下生活环境。”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能读懂的同类之间的审视和试探。陈国华快步走上前，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皱起眉：“子胜，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快跟我们回家吧。”嫣然他知道错了，他也是太在乎我们，怕你抢走我们的爱。我看着这一家子人上演的拙劣戏码，只觉得恶心。回家，我冷笑一声，目光扫过陈嫣然。回哪个家？一个连亲生儿子和养女都分不清的家，还是一个需要我去给你们宝贝女儿当情绪沙包的家？陈嫣然被我一句话噎住，脸色涨得通红，怒道：“陈子胜，你什么意思？爸妈来接你是给你脸了？你别给脸不要脸，脸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我毫不客气地回敬：“当初是谁说的，让我拿了钱就滚，永远别出现在你们面前？怎么，顾大小姐的记性这么差？”陈嫣然气得想冲上来，被曹旭坤死死拉住：“哥哥，你别生气。”曹旭坤一副和事佬的样子：“嫣然她就是孩子气，我们这次来是真的想接你回去，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
他一边说，一边状似无意地打量着院子里的太阳能板和堆积如山的物资箱。哥哥，你这是在囤东西吗？买这么多是准备开超市？他的语气天真，但眼神里的金光却暴露了他的心思。他在试探我，他果真重生了。我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不动声色。没办法，穷怕了，不像你们有钱人不愁吃喝，我这小本生意就指望这些东西以后能换点钱糊口。小本生意？顾念池皱眉看着深不见底的基坑，你这工程可不小，那500万怕是不够吧？是不够，我坦然承认，所以我贷款了，以后慢慢还呗，总好过寄人篱下，看人脸色。我的话像一根根刺，扎得陈家3口脸色发白。曹旭坤的眼睛却越来越亮，他大概以为我已经山穷水尽，负债累累，一个穷困潦倒的重生者，对他来说就毫无威胁了。哥哥，你何必这么辛苦呢？回家吧，家里的别墅那么大，房间那么多，不缺你一个人的。他再次发出邀请，而且未来的天气可能会变得很不好，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也知道末日，但他没有像我一样选择单干，而是选择继续攀附陈家这棵大树。我瞬间明白了他的算盘，上辈子陈家是因为准备不足才覆灭的，这辈子有他这个重生者在，他肯定会说服陈家囤积物资，但他不会说得太明白，只会旁敲侧击，因为他需要陈家继续信任他、依赖他。而我这个同样知道未来的亲生儿子，就成了他最大的威胁。他今天来，一是为了试探我的底细，二是为了把我骗回陈家。至于他的掌控之下，我怎么可能让他如愿？不必了，我断然拒绝。这里很好，清静自在，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请回吧，我这里灰大别脏了你们的血。我的逐客令让气氛彻底降到冰点。陈嫣然终于爆发了，陈子胜，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我们家欠你的吗？给你钱还蹬鼻子上脸了？我告诉你，今天你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说着，他竟然真的想上来动手拉我。我眼神一冷，从身后的工具箱里抄起一把扳手，狠狠地指着他，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常年在救援队锻炼，身上有股子寻常男孩没有的狠劲。陈嫣然这种被酒色掏空身体的富家女，瞬间被我镇住了。你敢？他色厉内荏的叫嚣，你看我敢不敢？我握着扳手，一步步向他逼近。就在这时，曹旭坤突然闷哼一声，虚弱地靠在了陈嫣然身上。嫣然，我头好晕。一场闹剧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陈嫣然立刻顾不上我，紧张地扶着他。旭坤，你怎么了？是不是中暑了？顾念池和陈国华也围了上去，嘘寒问暖。我冷眼看着他们，像在看一群小丑。趁着他们乱作一团，我悄悄将一个纽扣大小的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粘在了曹旭坤的鞋上。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我们快带旭坤回去。陈嫣然焦急地扶起曹旭坤，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陈子胜，你给我等着！一行人匆匆忙忙地上了车，绝尘而去。院子里终于恢复了安静。我扔掉扳手，拿出手机，连接上了刚刚启动的信号接收器。耳机里很快传来了曹旭坤虚弱的声音：嫣然，我没事了，就是刚才被哥哥的样子吓到了。接着是陈嫣然安慰的声音和陈国华夫妇的叹息。回到陈家别墅后，曹旭坤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我戴着耳机，一边指挥工人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一边收听着陈家别墅里的现场直播。爸妈，你们别生哥哥的气了。曹旭坤的声音听起来善解人意，他一个人在外面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对我们有怨气也是正常的。陈国华叹了口气，话是这么说，可他那性子又倔又硬，跟头驴一样。我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爸，要我说就别管他了。陈嫣然愤愤不平，给了他500万还不知足，让他在那个破地方自生自灭算了。嫣然，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曹旭坤的声音柔了下来。我总觉得哥哥一个人在郊外不安全，而且我最近总做噩梦，梦到天气会变得很热很热，还会停水停电，我有点害怕。来了，他开始用他那套预知梦的说辞来引导陈家了。果然，陈国华立刻紧张起来。旭坤，你别怕，只是个梦而已。可我总觉得心神不宁。曹旭坤的语气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恐慌。爸，嫣然，我们还是多准备点东西在家里吧，有备无患嘛。比如多买点水，还有好吃的零食，再买个发电机，万一停电了，我们还能打游戏看电影，对不对？我差点笑出声。这就是他的末日准备：零食、游戏。上辈子他就是用这套说辞将陈家引向了覆灭的深渊，没想到重活一世，他的脑子还是没有半点长进。或许在他看来，只要有陈家做后盾，末日也不过是一场可以享受的超长假期。他需要的不是生存物资，而是维持他大少爷体面的娱乐工具。陈嫣然立刻附和：对啊，旭坤说的对，妈，我们买个最好的发电机，再把地下室改造成游戏房，多买点 PS5的游戏碟。顾念池虽然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但架不住宝贝女儿和未来女婿的撒娇，最终还是同意了。好吧好吧，就当是让你们安心了。明天我让秘书去采购。耳机里传来他们欢快的笑声，仿佛末日真的只是一场游戏。我摘下耳机，眼神冰冷。愚蠢的人永远不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曹旭坤，你既然要带着陈家走上辈子的老路，那我就不客气的，在后面再推你们一把。几天后，我的地下堡垒全部完工，我遣散了所有工人，付清了尾款，并再次强调了保密协议。巨大的液压门缓缓关闭，将我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堡垒内部灯火通明，我站在中央控制室的屏幕前，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陈家别墅内外的实时画面。针孔摄像头被曹旭坤带到了玄关，恰好能拍到大半个客厅的景象。我看到陈家的采购清单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成箱的薯片、可乐、进口零食堆满了储藏室，最新款的游戏机、投影仪、按摩椅占据了地下室，而最重要的水，他们只象征性的买了几十箱矿泉水，连一个人1个月的消耗量都不够。至于食物，
除了零食，就是一些速冻牛排和海鲜。一旦断电，这些东西会最先腐烂。我摇了摇头，关掉了监控，眼不见为净。距离末日预警发布还有最后1个月，我利用这段时间对堡垒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加固。我在院墙上加装了高压电网，并在周围布置了红外线报警器，任何未经允许的闯入都会第一时间触发警报。我还去了一趟市区，把自己那辆破旧的皮卡车改装成了一辆末日装甲车，焊上了钢板，换了防爆轮胎。做完这一切，我几乎花光了身上最后1分钱，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我躺在地下堡垒舒适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模拟出的蓝天白云，静静地等待着审判日的来临。1个月后，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紧急预警，受超强太阳风暴影响，地球将在未来24小时内进入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地表温度预计将突破70摄氏度，请所有公民立刻返回室内，储备必要的水和食物，非必要情况严禁外出。电视里，新闻播报员的语气急促而凝重。我知道末日正式开始了。我打开监控，陈家的别墅里，陈嫣然和曹旭坤正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对电视里的预警嗤之以鼻。我就说吧，旭坤的梦真准，不过70度，太夸张了吧？专家就是喜欢危言耸听。陈嫣然笑着说。曹旭坤靠在他肩上，柔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准备好了呀。幸亏听了我的，不然现在就要去超市和人抢东西了。”他们脸上是洋洋得意的笑容，而我则端起一杯水，平静地喝了一口。游戏才刚刚开始，希望你们的零食能撑得久一点。第一天，锦城的气温从35度飙升到了50度，城市陷入了恐慌，超市被抢购一空，加油站排起了长龙，所有人都想在灾难真正降临前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陈家的别墅里，中央空调还在呼呼地吹着冷气，他们一家人吃着牛排，喝着红酒，看着窗外混乱的景象，优越感十足。妈，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我们的别墅区有自己的发电机组。陈嫣然得意地说。顾念池矜持地点点头，那是自然。而我在25度恒温的地下堡垒里，吃着自热米饭，配着一碟自己种的新鲜爽口的小黄瓜。第二天气温达到了60度，柏油马路开始融化，街上的汽车轮胎接连爆胎，城市电力系统开始出现大规模过载，停电的区域越来越多。陈家所在的富人区，备用发电机组也开始不堪重负，物业发了通知，要求每户限制用电。陈家的中央空调停了，只能开一间房的壁挂空调。陈嫣然开始抱怨，曹旭坤也热得没了打游戏的心情，而我依旧在我的堡垒里穿着短袖，甚至可以盖着薄被子睡觉。第3天，气温70度，末日以最狰狞的面目降临人间，城市彻底瘫痪，断水、断电，电视信号中断，网络时有时无。我通过备用网络连接的监控看到，陈家别墅里的气氛第一次变得凝重，备用发电机彻底停摆了，没有电，冰箱里的昂贵食材在以惊人的速度腐坏，没有空调，别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他们打开了窗户，一股灼热的空气涌进来，让陈国华发出了一声尖叫：“水，快给我水！水，快给我水！”陈嫣然烦躁地大吼。他们开始消耗储备的矿泉水，而我打开水龙头，舒舒服服地冲了个澡。我的水循环净化系统可以保证每一滴水都被重复利用。第1个星期，陈家靠着矿泉水和零食度日，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酷热、焦躁和对未来的恐惧像一头猛兽，开始吞噬他们的理智。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都怪你买这么多没用的零食，现在连口热饭都吃不上。陈嫣然把1包薯片狠狠地摔在地上，对曹旭坤怒吼。曹旭坤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他哭着反驳：“我怎么知道会这样？你当时不也说好吗？”陈国华在一旁劝架，却被陈嫣然一把推开：“别碰我，热死了！”顾念池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但眼神里的烦躁和悔意已经掩饰不住。我甚至还有心情给自己开了一罐冰镇可乐。第2个星期，他们储备的矿泉水见底了，恐慌如同瘟疫在别墅里蔓延。他们开始意识到，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妈，我们必须出去找水。陈嫣然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顾念池看着窗外被太阳炙烤的扭曲的空气，脸色惨白。出去？怎么出去？外面70多度，出去就是死。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在这里渴死吗？陈嫣然绝望地大叫。就在这时，曹旭坤突然开口了。我想起一个人，他看着顾念池和陈国华，声音悠悠。陈子胜，他之前买了很多东西，我看到有运水的车往他那里开，一车又一车。别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亮了。他们想起了我，想起了我那个被他们抛弃、被他们嘲笑的亲生儿子。哥哥，我看着屏幕上他们贪婪而疯狂的眼神，嘴角的笑容越发冰冷。终于来了，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对，陈子胜那个混蛋肯定囤了很多水。陈嫣然一拳砸在桌上，兴奋地喊道：“我们去找他，他本来就是我们陈家的人，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陈国华的脸上也露出了希望的神色。没错，我是他亲爸，他敢不给我们水？顾念池稍微理智一些，他皱着眉，可他那个地方在郊区，开车过去要1个多小时，路上的情况管不了那么多了。陈嫣然打断他：“再不走，我们都得渴死在这里。”妈，把车库里那辆越野车开出来，那车轮胎是特制的，肯定能行。他们开始疯狂地行动起来。我通过院子外的监控，冷冷地看着他们。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来。我走到控制台前，按下了几个按钮，院墙上的高压电网发出了细微的滋滋声，所有的红外报警器和震动感应器全部开启。我的堡垒固若金汤。1个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歪歪扭扭地出现在了通往我小院的土路上。
车身布满了划痕，一个轮胎已经瘪了，显然这一路并不顺利。车子在我院门前停下，顾念池、陈嫣然和曹旭坤从车上下来，只有陈国华留在了车里，他似乎已经有些轻微中暑。三个人看起来都狼狈不堪，衣服被汗水浸透，嘴唇干裂。陈子胜，开门，快开门！陈嫣然疯狂地拍打着我的铁门，我坐在监控前没有动。陈子胜，我知道你在里面，快把门打开，给我们水！顾念池也跟着喊道，语气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我接通了门口的扩音器，用一种慵懒的声音说：“哟，这不是顾总吗？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先是一喜，随即大怒。陈子胜，别废话，快开门！陈嫣然吼道。开门可以啊，我慢悠悠地说。不过我凭什么要给你们开门？我们不是早就两清了吗？曹旭坤走上前，对着摄像头扮出可怜的样子。哥哥，我们快渴死了，求求你，看在血缘的份上，救救我们吧！血缘，我笑了起来。当初你们拿钱打发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血缘？当初你们一家人把我当猴耍的时候，怎么不说血缘？现在没水喝了，想起血缘了，不好意思，我这里的血缘过期了。我的话让他们彻底撕破了脸皮。陈子胜，我命令你立刻开门！顾念池咆哮道，不然我就报警，告你遗弃父母！报警！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好啊，你去报啊！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警察管你这点破事。就算有，你猜他们是信一个被你们用500万买断亲情的儿子，还是信你们这对虚伪的父母？陈嫣然气急败坏，她竟然从车里拿出了一把消防斧，狠狠地朝着我的大门劈了下去。当一声巨响，大门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印。我这扇门可是用特种钢板加固过的，别白费力气了。我通过扩音器好心地提醒他们，你们是进不来的。陈嫣然不信邪，疯狂地劈砍着大门，但都无济于事。她喘着粗气，绝望地看着坚固的院墙。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对顾念池说：“妈，翻墙，我们翻进去。”我笑了，我等的就是这个。陈嫣然仗着自己年轻，第一个冲向院墙。她踩着车顶，奋力地向上一跃，双手扒住了墙头。就在她即将翻上来的那一瞬间，我按下了电网的开关，滋啦！陈嫣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像一只被电击的青蛙，浑身抽搐着从墙上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地上不动了。嫣然，车里的陈国华、顾念池、曹旭坤同时发出了惊恐的尖叫。陈嫣然被高压电网击晕了过去，顾念池和曹旭坤手忙脚乱地把她拖回车里，陈国华则吓得只会抱着女儿哭。陈子胜，你这个恶棍，你竟然想害死你妹妹！顾念池指着我的摄像头，气得浑身发抖。我冷漠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第一，她不是通过扩音器传出，第一，她不是我妹妹；第二，是她自己要爬我的墙，我这叫正当防卫；第三，电不死人，最多让她躺一会儿，你们最好赶紧带她走，不然等她醒了热也能把她热死。我的冷酷彻底击溃了他们的心理防线，他们知道从我这里他们得不到一滴水。顾念池怨毒地看了摄像头一眼，最终还是带着一家人狼狈地开车离开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车影，我没有丝毫的同情，这是他们自找的。接下来的日子，我通过监控继续欣赏着陈家的末日生活。陈嫣然醒来后，因为被电击和惊吓，变得更加暴躁易怒。他们彻底断水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喝马桶储水箱里残留的水，后来甚至开始喝泳池里浑浊的绿水。曾经光鲜亮丽的一家人，现在变得和外面的难民没什么两样。他们的食物也很快消耗殆尽，零食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速冻食品早已腐烂发臭，饥饿和干渴是摧毁人性的最佳催化剂。我看到顾念池开始偷偷藏起最后几块饼干，陈国华也学会了将找到的一点点水藏在自己的房间，而陈嫣然和曹旭坤这两个年轻人则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父母。他们认为是父母的无能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矛盾在沉默中酝酿，即将爆发。这天晚上，我通过窃听器听到了曹旭坤和陈嫣然在房间里的密谋。嫣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迟早会饿死渴死的。曹旭坤的声音阴冷，再也不复之前的柔弱。那能怎么办？那个混蛋那里我们又进不去。陈嫣然烦躁地说：“进不去，但我们可以减少家里消耗资源的人啊。”曹旭坤循循善诱，你想想，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多活几天？陈嫣然沉默了。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下不了手，可我不是。曹旭坤的声音像毒蛇一样钻进陈嫣然的耳朵，而且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不是吗？他们对你好，只是因为你是陈家唯一的继承人。可现在末日了，公司财产什么都没了，你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价值？更何况我们还年轻，我们比他们更有机会活下去。只要熬过这段时间，说不定政府的救援就来了，到时候凭你的身份，我们照样可以过好日子。陈嫣然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曹旭坤的话像魔鬼的低语，精准地击中了他自私自利的本性。你想怎么做？他沙哑地问。很简单。曹旭坤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的残忍。家里的安眠药还有很多，等他们睡着了，我们就把他们搬到外面的阳光下，很快一切就都结束了，不会有番茄酱，也不会有挣扎。我静静地听着这一切，心中没有丝毫波澜。上辈子他们就是这样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这辈子轮到他们自己尝尝被至亲背叛的滋味了。不过就这么让他们死了，未免也太便宜他们了。我拿起手机编辑了一条匿名短信，发送到了顾念池的手机上，
小心你养的好女儿机上，小心你养的好女儿和她那个未婚夫，他们想让你们去晒太阳。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子上，饶有兴致地看着屏幕，好戏要开场了。顾念池收到了我的短信，我看到他先是震惊，随即脸色变得铁青，眼神里充满了不敢置信和滔天的怒火。他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手机藏了起来。晚饭时间，曹旭坤殷勤地为顾念池和陈国华端上了2杯水。妈，爸，天气太热，你们喝点水吧，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干净水。他笑得一脸乖巧。陈国华毫无防备，端起水杯就要喝。等等，顾念池突然厉声喝止了他。他死死地盯着曹旭坤，眼神像刀子一样。这水里你放了什么？曹旭坤的脸色瞬间煞白，手一抖，水杯差点掉在地上。妈，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听不懂。顾念池冷笑一声，一把抢过陈国华手里的杯子，狠狠地摔在地上。我养了你20年的白眼狼，你竟然想和这个男人一起害死我们！他将矛头直指陈嫣然，陈嫣然也懵了，他没想到计划会败露，下意识地反驳：妈，你胡说什么？是旭坤他。啪！顾念池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陈嫣然脸上。畜生，你还想狡辩？要不是有人提醒我，我和你爸今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陈国华也终于反应了过来，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疼爱了20年的女儿，身体摇摇欲坠。嫣然，你怎么能？眼看事情败露，曹旭坤索性撕破了脸，他尖声叫道：是又怎么样？你们2个老不死的，早就该死了。霸占着那么点可怜的资源，凭什么？我们还年轻，我们比你们更有资格活下去。你这个恶棍！陈国华气得浑身发抖，扑上去就要打曹旭坤。2个男人瞬间厮打在了一起。陈嫣然被那一巴掌打懵了，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他眼中的懦弱和犹豫，最终被疯狂所取代。他嘶吼一声，冲上去帮着曹旭坤，将自己的养父陈国华狠狠地推倒在地。陈国华的头撞在了茶几的尖角上，番茄酱瞬间涌了出来。顾念池看到这一幕，双眼赤红，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冲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疯了一样的冲向陈嫣然。我要嘎了你这个逆女！别墅里一场混战彻底爆发。我静静地看着监控画面，看着他们为了生存，放弃了所有的亲情、道德和人性，变成了互相撕咬的野兽。这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陈国华毕竟年老体衰，很快就被年轻力壮的曹旭坤制服了。混乱中，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他的喉咙，他捂着脖子，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养了20年的女儿，最终不甘地倒了下去。别墅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陈嫣然和曹旭坤粗重的喘息声。他们看着地上的2个倒下的人偶，脸上没有丝毫的悲伤，只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兴奋和贪婪。结束了，曹旭坤喘着气，脸上带着病态的笑容。嫣然，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了。陈嫣然扔掉菜刀，和曹旭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他们父母的冰冷的躯体旁，疯狂地大笑起来。我面无表情地关掉了声音，这出戏已经足够精彩了。陈国华夫妇死后，陈嫣然和曹旭坤短暂地过上了一段好日子。他们搜刮了父母藏起来的所有食物和水，虽然不多，但足够他们再撑1个星期。他们将父母的冰冷的躯体拖到了院子里，任由烈日暴晒。没有了长辈的约束，2人彻底放纵起来，在巨大的别墅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然而，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当最后一瓶水被喝光，最后一块饼干被吃掉时，绝望再次降临。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猛烈，因为他们只剩下了彼此。而一个饥饿干渴的人眼中，另一个人不再是同伴，而是竞争者。我看到他们开始互相猜忌，互相提防。曹旭坤会将自己找到的一点点食物藏起来，陈嫣然也会偷偷喝掉仅存的水。他们之间的爱情，在生存的本能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终于在断水断粮的第3天，矛盾爆发了。起因是陈嫣然发现曹旭坤偷偷藏了一小块巧克力。你这个混蛋，你竟然背着我藏吃的！陈嫣然一脚踹开房门，像一头饿疯了的野狼。曹旭坤也被逼到了绝境，他尖叫着反抗：这是我找到的，凭什么是你的？2人为了那块小小的巧克力扭打在了一起，他们互相咒骂，互相撕咬，用尽了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要不是你这个蠢男人，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说什么囤零食游戏机，你怎么不囤一屋子的水？陈嫣然，你还有脸说我？要不是你没用，连你爸妈都搞不定，我们早就去陈子胜那里拿到水了。我杀了你，你来啊！混乱中，陈嫣然掐住了曹旭坤的脖子，而曹旭坤则用尽最后的力气，用指甲狠狠地划过了陈嫣然的眼睛。2个人都发出了凄厉的惨叫，最终曹旭坤窒息而亡，而陈嫣然也因为眼睛被抓瞎，在痛苦和绝望中，能量流失过多，慢慢停止了呼吸。我看着屏幕上那2具纠缠在一起的冰冷的躯体，心中一片平静。结束了，上辈子他们4个人联手将我推向了死亡，这辈子他们死于彼此之手，死于自己的贪婪、愚蠢和自私，这是最完美的复仇。我关掉了监控，屏幕陷入一片黑暗，如同他们已经终结的命运。从此以后，陈家在这个世界上彻底除名。在陈家覆灭之后，极热天气又持续了整整2个月。这2个月里，我独自生活在地下堡垒中，平静的像是在世界的尽头休假。我读书、健身，照料我的无土栽培蔬菜，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了。我偶尔会通过无线电收听外界的消息，外面早已没有了秩序，城市变成了猎场。为了生存，人们做出了各种难以想象的事情。相比之下，我的堡垒就是天堂。终于在末日降临的第3个月07天，
天气开始变了，灼热的空气中多了一丝湿润，天空不再是那种令人绝望的惨白色，而是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灰色。我看着气象监测仪上的数据，气压在下降，湿度在上升，要下雨了。我穿上防护服，时隔3个月，第一次走出了地下堡垒。液压门缓缓升起，一股带着泥土芬芳的潮湿空气涌了进来。我深吸一口气，几乎要落下泪来。天空中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起初是几滴，后来变成了瓢泼大雨。干涸皲裂的大地贪婪地吮吸着这久违的甘霖，世界在雨水的冲刷下仿佛获得了新生。我摘下防护服的头盔，任由冰凉的雨水打在我的脸上。这场雨宣告了极热末日的结束，但我也知道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可能是漫长的雨季，是极寒，是各种变异的动植物。新的挑战还在后面，但我不再害怕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坚固的堡垒和我储备的足以让我生活10年的物资，我拥有活下去的最大资本。雨越下越大，在天地间挂起了一道壮丽的雨帘。我站在雨中，张开双臂，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清凉。上辈子的仇已经报了，这辈子的路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我将为自己而活。